大家好，今天我面试之后就一直在想刚才面试题目的 Optimal Solution， 想到刚才有点头绪。他们问了我2个问题，第一是我 GPA 怎么那么低，第二是我做过的 project 怎么那么差。几个月前我很开心地完成了我人生的最后一个考试，可是当我回到家，很快就感受到很强的压力，因为考完试就意味着我已经脱离了学生身份，而脱离学生身份就代表着我不该再依赖家人，应该自己挣钱了。因为这样我就开始了找工作。为了丰富我的 CV， 我用了2个多月做了一个网站，虽然网站不能说非常的好，但总算是有点可以展示的成果了。我本来想着自己在学校里算是平均的水平，要找份平均的工作应该不难，直到几天前我晚上9点多的时候申请了几个工作，结果过了几分钟就有人 WhatsApp 我，问我什么时候可以面试。当时我就意识到有点不妥，因为他9点多还在工作，就代表着我在那工作应该也不会非常轻松。不过都申请了，我就去一下吧。之后我稍微准备了一下我的自我介绍和一些常见的问题，刷了几道 lead code， 然后今天早上就去面试了。那家公司的办公室在一个很旧的工厂大厦，里面灯光昏暗，装潢简陋，非常嘈杂，里面的人节奏非常的急促，一进去自己说话都会不自觉地开了2倍速。进去之后有个人叫我进房间填一份表格，我很快地填了几行之后，就有2个男人冲了进来拿走我的表格。他们没有自我介绍，我就姑且叫他们外行和黑眼圈吧。我跟他们说不好意思，我还没填完，他们就把表格给我，然后说快点吧。我拿回表格在填的时候，他们就拿着我的 CV 开始问我问题。我的 CV 上写着我的 GPA 是3点多 over 4.3， 黑眼圈就问我为什么有2个成绩。我跟他说一看就知道后面的是满分的意思，然后外行听到满分就说你那么聪明的吗？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不是这个意思的同时，黑眼圈就说不是，他只有3点多算低的了，报4才算高。外行说哦，然后我就说对不起，我成绩比较低。然后他们很快就继续问我能不能看看我写的网站，我告诉他网址，他就用手机上了，随手按了几下就说哇这个 UI 不太行啊，你做人不能这样不重视细节的哦。我说不好意思，这个地方可能。我还没说完，黑眼圈就问我能不能看看其他 project， 我说可以，这里有个 prototype， 虽然没有上架，但是可以看看 demo video。 跟刚刚一样，他没这么看就开始批评了几句，也跟刚刚一样，我没解释完，外行就打断了我。不过跟刚刚不一样的是，他打断我不是问我下个问题，而是说他有事要先走。他走之后，黑眼圈就问我有什么问题问他，然后问了几个问题之后，面试就结束了。我离开了办公室之后，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，过了一阵才意识到，身边的事物仿佛开了 0.5 倍速一样。香港匆忙的路人在我看来就像是漫步。我看了一下手机，才发现刚刚的面试才维持了10分钟。我本以为一家公司就算条件比较差，也会在面试的时候包装一下，来吸引更多的人才。可是事实是，现在的公司连包装的精力都不屑给予员工。一方面是员工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时间去给我们包装，另一方面是香港有太多这样的公司和太多需要钱的打工人了。钱使打工人就算没有获得应得的尊重，也要被公司压迫。有人花了20年的时间和努力，争取了优秀的成绩、学历和简历，最终却换来公司的压迫。我认为钱是很重要的，可是为了钱而放弃青春、健康、快乐这些重要的东西，同样是不理想的。我从面试出来就一直在思考回应他们的态度的 Optimal Solution。 我暂时想到几条路，第一是发展出非常突出的才能，让公司不得不给你好的待遇来吸引你。第二是继续找工作，希望找到有良心的公司。第三是不以上班赚钱，其中的方法包括创业、成为内容创作者和成为自由工作者等等。其实这些方法我算是稍微尝试过的，他们全部都不容易，不过生活从来都不容易的，如果太容易的话也太没意思了。我相信我会成功的，如果大家想帮帮我的话，记得点个赞，留个言，给朋友看看。我们下影片再见，拜拜。